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看到一则新闻啊，是关于中国的第二大长租公寓蛋壳公寓的跑路暴雷的一个传言。那关于这个传言呢，蛋壳公寓很快也进行了回应啊，他说是因为合作方跟他有商业纠纷啊，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因而散布了这个蛋壳跑路倒闭的这个不实言论和谣言。那其实关于中国的长租公寓的跑路事件啊，在7、8月份啊，8、9月份就已经爆发了一系列的长租公寓跑路的事件啊，在这个中国的很多的1、2线城市都出现了。那当时呢，我也做了一期节目啊，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回看。那今天呢这个节目啊，我想分2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我就讲一下一系列的长租公寓的跑路啊，它意味着什么？它反映了具体的哪些深刻的背后的问题？那第2部分呢，就具体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蛋壳公寓本身的一些情况，因为蛋壳公寓也比较大啊，是中国的第2大长租公寓啊，所以说它影响也比较广泛。好，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就是长租公寓的暴雷啊，它究竟反映了哪些啊这个深刻的后面的社会的一些问题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租赁市场本身的这个走弱啊，大家知道这个长租公寓的暴雷不外乎是这个出租率下降了啊，很多人租不起了，这个控制率提高，那它这个现金流呢就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租赁市场走弱本身的一个体现。那租赁市场走弱呢，其实背后啊关联的是就业市场啊。我屡次说到过，之前就是就业市场的走弱要高度关注啊，因为它跟就业市场呢息息相关，它可能意味着背后就业市场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个就业市场呢，有时候就像隐藏在水下的一个冰山啊。那这个有的时候你看不到下面具体的出现了哪些问题啊，这个统计的数据呢，有时候也不够准确啊。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个租赁市场的走弱啊，可能给了我们一个信号，可能意味着这个大量的就业市场的一些职位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来看一张图，那这张图呢是之前也给大家看过啊，它是这个中金啊，中金公司还有万德资讯啊，国家统计局的它的一个资料，它统计的中国收入的人口结构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形状。那我之前呢讲这张图的时候是在讲这个商品住宅的买卖市场里面讲啊，我说当时这个商品住宅的买卖市场呢，基本是在塔尖的一部分人在玩啊，最起码也是在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金融业平均工资1万以上的这部分群体在玩啊，大量的塔基的这部分人群，他是没有资格或者没有办法啊，就是没有购买力资格去参与这个住房买卖市场的。那其实大量的塔基的人群呢，他其实是在参与这个租赁市场，在参与这个住房的租赁市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塔尖的人这个是非常少的，是吧？这个金字塔是非常陡峭的一种形状。那这一次长租公寓的大量的跑路呢，其实就反映了这些塔基啊，就是下面部分的这个中低收入人群呢，受到了这种疫情之后啊，受到了重创啊，他们的收入下降，他们的职位的在缩减啊，这种面临的失业的风险。所以这是联想到的第一个情况，就是租赁市场的走弱和就业市场的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容易联想到可能是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可能出问题了啊。大家其实在各个城市现在可以观察到很多的城市的商铺开始出现倒闭潮啊，大量的商铺开始出现关闭转让。那大家知道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提供啊，大量的就业提供其实是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在提供的啊。之前中国一直有一个说法叫5、6、7、8啊，相信大家也听过，就是民营经济啊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那贡献了中国经济60%以上的 GDP 啊，同时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啊，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啊，以及它的企业数量呢是达到了90%以上啊。由此可见，我们知道这个民营经济、民营企业还在整个在中国经济的这个里面的重要作用。这是反映的第二个啊，就是可能中小企业、中小微企业可能出了一些问题。那第三个呢，给我的这种启示和反思呢，就是这个财富分化的严重加剧，而且这一次的财富分化的加剧呢，跟15年那一次啊有着显著的差别。那15年那一次的财富分化的加剧呢，是大家也知道发生了涨价去库存啊。那一次的财富分化呢，可以说是中低层的这个收入呢，它是处于不变啊或者缓慢增长。那但是中产阶级呢，我指的是有资产的，尤其是有房产的那部分人呢，他的资产是大幅增值的，主要是体现在房地产上，对吧？那顶层的资产呢，不用说，肯定是狂飙突进，对吧？整个顶层啊，通过这种大量的放水，大量的这个资产价格上涨，顶层的资产狂飙突进。那这一次财富分化呢，明显是更加恶化了啊！这个底层的收入
在下降啊，乃至就业机会呢还在消失。但是中产阶级呢，它是原地踏步啊，甚至某种程度上呢还有后退啊。比如说你背负了很大的房贷的包袱啊，有很大的这个债务压力啊，那你其实也是处于一个后退的一个状态。那只有上层的这个顶尖的金字塔顶尖的这一部分人的财富，它依然在狂飙突进，而且上升的速度还非常快啊。大家可以看这个路透社的这个一个简单的报道啊，他说这个疫情下中国企业家财富大增啊，黄峥身家翻倍啊，马化腾蝉联全国首富。其实我们看他们这个股票啊，他们这个上市公司，包括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包括这个拼多多啊，他们这个股价在这一次这个疫情之后的央行的放水过程中，股价基本都翻了1倍都不止啊，所以他们的财富呢，当然也就水涨船高。好，我们还可以看这个其实这个疫情之后的全球放水的财富分化不只是中国发生在中国，当然全球都是这样的现象啊。全球在疫情之后的这一波财富大反弹过程中很多的这个富翁都是赢家，他们的财富呢都是微型反弹。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报道全球富豪的财富呢增至10.2万亿美元可以说是又创新高。所以我就想说呢，这个15年这一次的财富分化呢，明显是更加的不均衡这个底层呢收入在下降，而且就业机会在消失中产阶级呢它是原地踏步顶层呢这个塔尖的人呢还在狂飙突进。好，这个呢就是从这个长租公寓的暴雷事件我所想到的一些问题，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跟大家聊这个蛋壳公寓本身。那蛋壳公寓本身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近3年的这个经营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营业收入呢是从6.57亿这个是人民币一直增加到了71亿人民币，但是它的净利润呢每一年都是亏损的，而且亏损的幅度呢在逐年加大。那到了2019年的时候，已经亏损了34.35亿，对吧？然后我也统计了它的这个经营现金流量。你看到这个经营现金流量呢，一直也是负的也就是流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蛋壳公寓它是今年年初其实就已经上市了它上市以后呢，股价的走势可以看到它这个股价走势都是一路向下的目前的市值呢只有不到6亿美金。蛋壳公寓为什么这个暴雷呢？我说值得关注或者我单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去给大家去分享去讲是因为蛋壳公寓它本身的规模非常大，它在这个15年初创的时候，这个运营的公寓的数量只有2434间，但是到了2020年3月31号的时候，它这个运营的公寓数量已经达到41.9万间，而且涵盖了全国13个城市。那其中呢，位于北京、上海和深圳3个1线城市的公寓数量呢，达到了20.7万间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一个是公寓数量很大，第二个分布的城市很广尤其是在1线城市数量也不少。那蛋壳公寓的规模呢，是在国内的长租公寓排到行业里面的老2老大呢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是自如自如是老大。那整个这个蛋壳公寓它从成立以来呢，它一共进行了7轮融资包括上市这一次的融资。那7轮融资呢，它一共融资的金额呢是接近10亿美元可以说是挺大的一个资金量了，而且这个投资者的这个背景都非常非常深厚包括有这个蚂蚁金服春华资本西金这个老虎环球基金都是一些实力非常雄厚的集团。那蛋壳公寓拿到这7轮融资的钱以后呢，它就进行去扩张大量的收购房源，去扩张充斥它的房源，扩张它的规模。那整个呢，它的这个刚才我讲了，就是它这个这个上市之前一共是就7轮融资嘛，那这是它这个获取资金的第一个管道那它获取资金的第二个管道呢，就是来源于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预付租金和租客的预付款。那之前关于讲长租公寓的时候，我不是讲过一个这个租金贷的概念嘛，就是租客向金融机构这个进行贷款，然后贷到款以后支付1整年的租金。那其实这个就是租金贷所以说这个第二个输血管道就是给这个长租公寓第二个输血管道就是客户的这个预付款加上这个金融机构的这部分贷款也就是整个的这个1年的租金给到了长租公寓。那我们看一下蛋壳的这个2017年到2019年就是前9个月它的这个蛋壳使用租金贷的这个客户这个分别比例是91.3%、75.8%和65.7%就是这个它非常依赖这个租金贷，很多的客户都是通过租金贷去租他们的房子。
这是它这个蛋壳公寓第二个这个资金来源。第三个资金来源呢，就是通过众筹啊、信托 ABS 啊这些方式去扩充资本啊。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的这种发展长洲公寓的这种发展模式呢，比较借助杠杆啊。它这个第一部分是靠这个投资者的融资啊，第二部分呢是靠这个客户的这个租金贷啊，第三部分呢就是通过这些众筹啊、信托 ABS 等金融工具去充实它的资本啊。它总的这个发展模式是高度依赖杠杆化的一个经营啊，通过杠杆来扩大规模，去狂飙突进。那走到今天呢，整个这个蛋壳公寓啊爆出这种跑路的传言，我相信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可能意味着这个蛋壳公寓啊，这个在10月份以后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这种压力。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还有一家叫轻客啊，轻客也是一个长洲公寓，它的规模呢比蛋壳要小一点啊，它是去年11月份上市的，那到现在为止呢，股价也是一路下跌啊，它其实也在年初的时候也传出来这个倒闭啊，是倒闭或者破产的一些传言。那关于长洲公寓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2018年的当时我爱我家的副总裁啊胡景辉呢，当时呢他就批评了这种长洲公寓的经营模式啊，他说长洲公寓呢，如果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啊，会比 P2P 啊还要严峻啊，带来的这种后果呢还要恶劣而且他预言2年后肯定爆仓结果这个可能呢确实被他不幸言中啊，果然是过了2年以后呢，长洲公寓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长洲公寓像蛋壳啊，它走到今天呢，它一共给投资人亏了是63.13亿元，而且它的这个联合创始人CEO 高进啊，在6月18号的时候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啊，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公司的情况非常不妙啊，遇到很多问题。好，然后呢，我在上期节目呢也给大家讲过，就是关于这个租赁市场的这个不景气啊，有这个贝壳平台它统计的18成的这个平均租金走势啊，从这个2019年6月份啊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租金都是连续下跌的啊，包括呢在这个2016年啊到2020年这5年间，这个11黄金周期间的租金水平走势啊也都是下降的。所以整个这个随着租金水平这个的下降啊，也意味着它这种需求的低迷啊，所以这个长洲公寓也就玩不下去了。好，那今天呢就给大家简单分享到这里啊。最重要的呢还是第一部分啊，关于长洲公寓的这个几个背后的这个反映的几个问题的反思啊，跟大家分享。第二部分呢就是把蛋壳公寓的情况跟大家讲了讲啊。我相信这个蛋壳公寓后面呢还有很多故事会发生啊。好了，那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